朋友們，蹊蹺事兒來了 ，NASA 65年载人航天可能遇到大麻煩了。2026年1月15日，国際空間站突然緊急送客，4名美俄日宇航員提前1個多月倉皇返航，這是 NASA 史上頭一遭因為宇航員健康問題中斷任務。你們敢信嗎？太空裡到底發生了什麼致命危機？是未知的太空病突襲，還是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接下来我們就來深度扒一扒剛刚發生在美国的這起緊急的太空醫療撤離事件。先給沒跟上熱點的朋友補個背景，就在1月15日清晨6點20分，國際空間站上的龍飛船突然脫離軌道，載着2名美國宇航員麥克、芬克、澤納、卡德曼，俄羅斯宇航員奧列格、普拉托諾夫，還有日本宇航員油井圭美也，火急火燎往地球趕。這4位是2025年8月就抵達空間站的，原計劃要待到2026年2月才返回地球，結果任務直接提前1個多月結束，最終在聖迭戈附近的太平洋漸落着陸。可能有人覺得不就是提前回家嗎？但我跟你們說，這事兒絕對不簡單。NASA 搞載人航天65年，上百次任務，就算遇到過火箭故障、空間站洩漏，都沒因為宇航員健康問題提前結束任務，這次直接打破鐵律，你敢說這裡面沒有貓膩？而且最詭異的是什麼？ NASA 從頭到尾都在打太極。發言人只說有1名宇航員出現嚴重醫療狀況，目前狀態穩定，是可控的醫療撤離，但具體是誰病了，得的什麼病，怎麼突然就嚴重到必須返航，半個字都不肯透露。朋友們，這就好比你鄰居家突然來了救護車，把人拉走了，你問咋回事兒，人家就說沒事兒，就是去醫院看看，你能不好奇嗎？更反常的是，明明是1個人生病，為什麼要把4個全拉回來？難道這病會傳染？還是說另外3個人也有隱患，只是沒暴露？要搞懂這事兒的嚴重性，咱們得先科普一下，在太空生病可比在地球危險1萬倍。國際空間站雖然配了完備的藥房和成套醫療設備，宇航員出發前也都練過縫合傷口、拔牙、讀超聲圖像這些技能，還有地面的醫生團隊實時監測健康狀況。但這跟地面醫院比，頂多算個太空小診所。英國有個航空航天生理學專家戴維·格林就說過，宇航員在太空得重病需要重症護理的概率雖然只有1%至2%，但一旦發生就是致命的。更要命的是，返回地球的時候，宇航員要承受4到5倍的重力加速度，健康人都得難受半天，更別說一個生病的人了。NASA 寧願冒這麼大風險，也要提前把人接回來，說明那個宇航員的情況已經嚴重到空間站的醫療資源扛不住了。那問題來了，到底是什麼病能讓見慣了大風大浪的 NASA 這麼緊張？我們來大膽推測一下，首先排除普通感冒發燒，要是這點小病都扛不住，宇航員也不用選了。結合太空環境的特殊性，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太空環境對人體的未知影響。你們知道嗎？現在科學界都承認太空環境會影響人體的骨密度、肌肉、心血管這些系統，但還有很多未知領域沒探索明白。就像中国空間站2025年做的實驗，發現微重力環境下腦細胞移動更快，肌肉修復卻變慢了，甚至對某些疾病的藥物效果都有影響。會不會是這位宇航員遭遇了這種未知的太空生理变化？更有意思的是，谷歌和 NASA 在2025年8月剛聯合開發了一款 AI 太空醫生，叫機組醫療官數字助手，說是能在遠程醫療失效的時候實時給宇航員診斷。按說有了這個黑科技，應對突發醫療狀況應該更有底氣才對，可這次還是緊急返航，難道連 AI 都搞不定這個病情？這是不是說明這個病超出了現有醫學認知，是太空獨有的新型病症？說到這裡，可能有朋友要問了， NASA 不是說這是可控撤離嗎？怎麼被你說的這麼玄乎？那我再給你們說個細節，這次撤離直接導致國際空間站的成員人數銳減1半以上，從7、8個人降到3、4個， NASA 都被迫暫停了所有太空行走，直到2月中旬，下一批宇航員來之前都沒法恢復。太空行走是空間站維護的關鍵任務，不是萬不得已絕不會停。而且這還是 NASA 新任局長賈里德·艾薩克曼親自拍板的關鍵決策。
他早在1月8日就公開表態，稱出於對宇航員安全的考慮，決定安排任務團隊提前返回地球，並反覆強調宇航員健康永遠是最高優先事項。你們品，你們細品，要是情況不緊急，用得着新局長親自出面表態，還這麼興師動眾嗎？還有個點特別值得注意，這次返回的降落地點選在了加州聖迭戈附近海域，而之前商業載人航天項目的降落地點都在佛羅里達州近海。為什麼突然換地方？是聖迭戈附近有特殊的醫療救援設施，能更快接診？還是說這個宇航員的病情需要絕對保密？聖迭戈的回收流程更不容易洩露信息。畢竟佛羅里達是 NASA 的老基地，媒體和圍觀群眾都多，而聖迭戈相對沒那麼受關注。我們再說說這次用的交通工具 SpaceX 的龍飛船。這款飛船是第2代載人飛船，最多能坐7個人，單人票價5500萬美元，比俄羅斯的聯盟號便宜不少。它有個牛掰的地方是自逃逸設計，就算火箭出問題，也能自己脫離逃生。之前做過逃逸試驗，在火箭爆炸的情況下都能安全降落。但這次是正常撤離，不是緊急逃逸。可飛船從脫離空間站到降落，全程用了17個多小時。這17個小時裡，飛船上到底發生了什麼？那個生病的宇航員狀態有沒有惡化？另外3個宇航員是在幫忙照顧，還是也在擔心自己的健康？這些細節 NASA 一個都沒說，簡直吊足了胃口。講到這兒，我想問問屏幕前的朋友們，你們覺得這次的太空醫療撤離背後到底是什麼原因？是真的遇到了未知的太空病，還是 NASA 在隱瞞什麼？你們覺得生病的會是哪個國家的宇航員？把你們的猜測打在評論區，我們一起討論。其實不管真相是什麼，這次事件都給人類太空探索提了個醒。太空環境遠比我們想象的危險，宇航員每一次出征都是在拿生命冒險。他們在太空中不僅要完成科研任務，還要應對各種未知的健康風險，真的太不容易了。而且這次是 NASA 首次因為健康問題撤離，後續肯定會公布更多細節，說不定還會推動太空醫學的新發展。畢竟現在人類都想着去火星，要是連近地軌道的健康問題都解決不了，火星探索更是無從談起。我再大膽預測一下，接下來幾天 NASA 大概率會迫於壓力公布一些模糊的病情信息，但肯定不會說全。比如可能會說是什麼心血管相關的突發狀況，或者太空適應綜合徵的嚴重并發症，但絕不會提到那些未知的可能引起恐慌的細節。你們覺得我這個預測準不準？要是準的話，到時候記得回來給我按個讚。最後再跟大家說個關鍵信息，這次撤離的4名宇航員，其中2位美國宇航員原本計劃在1月8日進行2026年首次太空行走，升級空間站電力系統，結果因為有人生病，任務直接推遲了。這會不會是一個信號？說不定在準備太空行走的時候，那個宇航員就已經出現了不適，只是當時還沒嚴重到要撤離的程度。或者說，太空行走的高強度任務讓他的病情加重了，這又是一個新的懸念。好了，今天關於 NASA 首次太空緊急醫療撤離的事件分析就到這裡。整體看下來，這起事件絕對不簡單，背後要麼是人類尚未認知的太空健康風險，要麼就是有不為人知的隱情。後續有任何新消息，我都會第一時間跟大家更新。喜歡影片的朋友們一定要訂閱關注啊，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了。另外，你們還想了解這次事件的哪些細節？是想知道龍飛船的返回流程，還是想了解國際空間站的醫療設備？都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我後續專門出影片講解。朋友們，最近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用的 APP， 就是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 非常好用，特別適合喜歡聽書的朋友們。它的華語內容十分豐富，天文地理、歷史名著什麼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權。無論在通勤、走路、運動的時候，還是睡覺前，都可以聽一聽，特別 OK。為了感謝朋友們對我頻道的支持，特別向 Himalaya 官方申請了14天 VIP 免費試用，一般用戶只有7天。現在立刻馬上，你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你先用14天，如果覺得不合適，卸掉就是不會扣費。如果你覺得還不錯，你就充值繼續用。